我们今天要来做 Q3D 的初体验啊，那请各位打开 ANSYS Electronic Desktop 2020 R1。好，各位如果一开始开启画面呢，没有下面两栏Message 跟这个 Progress 的栏位的话，你可以从这边把它选择，把它打开。右下角这两个按钮可以选择隐藏，或者是显示。Progress 跟这个Message 这两个 Window。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环境啊，我们称它叫做 ANSYS 的 AEDT 环境。ANSYS Electronic Desktop 这个环境整合了所有 ANSYS EBU 的产品，像 HFSS、Q3D、Designer 这个 Circuit 就是 Designer 甚至 Icepec、Maxwell、Simpoler 都在这里面。那我们接着来开启一个这个 3D 的档案，当然你要开 2D 也是可以。那它有一些视窗，如果你觉得它占位置，你现在用不到你可以用图钉叫它靠边站自动隐藏需要的时候再请它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新版或者软体的版本，你可以在 What's New 跟这个 About ANSYS AEDT 这边来看。比方说我现在来看这个版本2020 R1， 那它这个版本有什么新功能？什么新功能？好，那它的 Help 或者是它这里也有 Getting Started， 也就是快速上手的手册。前面三个呢，它是网络版的。你如果要透过网络去看的话，你必须要有它的 User ID 但是还好，它其实它有本机版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机版的 Help。Help 是我会鼓励大家常常进来找资料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写的很详细的一些 information。打个比方说初学 Q3D 的人比较生疏的会不懂，它有一个定义它有一个叫做 AC region、DC region 跟 Transition region， 它分别有 AC server 跟 DC server 来解。那这个差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用 Ctrl F， 比方说我输入一个 AC region， 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说明，然后就找到了。那我先点这个，那它这边呢就会给我一个说明，就是它有两个频率点的定义，然后分别来划分在频率上来看，低于这个频率点叫做 DC region， 高于这个频率点叫做 AC region。那事实上它里面也会有写什么频点我才定义它进入 AC region 呢？指的是说我的肌肤深度如果小于1/3导体厚度的时候，就会是这个值。那这个值呢会跟我的导体厚度、跟我的导电率、跟我的导磁率有关。那我定义出离开 DC region 的频点跟进入 AC region 的频点，中间的部分就是叫 Transition region。那至于 Q3D 怎么算出 Transition region， 那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讲。它除了 Help 里面有很多技术的说明之外，初学者可以来看一下，它这边有快速上手的手册。比方说我们现在想学 Q3D， 那我就先来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 Q3D 快速上手的手册，是 Step by Step。那它这个例子呢，它教我们怎么去画出一个 via， 而且教你怎么求解。怎么画出一个 via？ 从画它的圆盘圆柱到组合成一个 via 的 model， 把这个走线也粘上去，组合成 via 的 model， 最后把它求解出来。结果把它求解出来。2D 的快速上手的手册是以什么当例子呢？他就教你做一个传输线，我们也来看一下。
教你做这样的一个传输线啊，然后就教你怎么去画出它的传输线啊，一步一步都有文字会跟你说怎么画，好，画出来了。那画出来之后呢，它会让你求解完，带你去看，我的截面的场的分布，甚至呢，我也可以看金属里面导体内的这个电流密度，因为几乎效应的变化而呈现的一个分布，这非常有趣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迫不及待的想来直接来 run 一个案子看看好，那我们就从刚刚讲的快速上手手册的这个 Via Model 开始。那各位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这里教大家怎么去建那个 Via Model 那绝对15分钟讲不完。Q3D 已经把那个 model 已经放在它的范例里面了，在这个 Open Example 里面呢，我们直接把它打开来就有了，真的是太佛心了好，那我们就打开这个例子来看一下，点两下，这个 model 就跑出来了。刚刚我们有一个操作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 Via Model Open 以后，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画面怎么没有看到 Via Model？ 明明这里有啊，我点到这里，没有看到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跟各位讲常常我们这个在开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我可以在一个视窗底下开不止一个 project， 也不止一个 design。project 跟 design 差在哪里呢？存档是以 project 为单位，所以一个档案只会有一个 project。但是一个 project 底下可以有很多个 design 比方说我现在呢，我可以在 project 1底下再新增一个 Q3D 的 design， 像这样。好，但是这个 design 1跟 design 2都是空的哦，那刚刚呢，我们漏进来的我们打开的那个已经建好的这个 model 是有东西的哦。可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画面在这个绘图视窗这个画面里面，它是停留在 Project 1的 Design 1。所以当我们开启这个 Via 这个 Project 里面的 Via Model 这个 Design 的时候，即便我开启了我这个画面置顶的还是这个空的 Design， 所以我当下并没有看到那个 Via 的那个 Design。所以当我点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看到 Via 的 Design 呢。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点这个 design 的时候，这个 design 前面的符号有一些不一样这边有一个小框框，这个小框框就是警示你说，你现在点的这个 design 并不是你画面里面置顶的这个 design，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里把它 double click 2下，它就会跑出来了。这个可以避免 user 他在这边修改一些模拟的条件，或者是在这边修改一些几何尺寸或材料的条件，结果我跑的档案跟我改的档案对不起来，这个要很小心这个要很小心。那另外你也有一个方法，可以从 Window 这里垂直或水平来把你的所有的 design 的内容都在这里并排陈列。那你不想看的，你可以让它缩小，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回到 Via Model 这里我们再回到 Via Model 这里，这个 Project Manager 这个视窗是我们现在的Design 跟 Project 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那所以说你可以有一个 Design 在模拟另外一个 Design 在改 Model， 只要你在同一台电脑同一个 UI 下这是做得到的。我这个Model 里面呢不管我哪一个物件 Via 或者是 Ground，我的材料都会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在我的属性这里，这个属性视窗，随着我选的物件不同，这里的属性我也会看得到。那还有包含它的透明度，透明度也可以在这里设定。这里有它的坐标有它的坐标那如果我们来求解它的话看一下求解怎么求解，我们就来解看看但是在求解之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先做我们在做任何求解之前一定养成一个习惯这边有一个 validation check， 一定要所有的绿勾勾都是绿勾勾没有红色的警或黄色的警告，那才可以求解。所以求解前我们先做 validation check
第二个呢，我这边可以设定我的核心数。如果你有购买 HPC 的话，你可以设超过4个核心。那你如果没有购买 HPC 的话，就只能设4个核心，因为你没有 HPC 这个 option 的 license。这我们第一堂课讲过。那我在电脑，因为我有12核心，所以我这里呢我也设12核，当它能够用比较好的效能来跑。那我们现在就来 run 一下，那顺便看一下它的这个求解的过程跟它的 CPU 的 loading。好，我们看到这里的 pacing 1、pacing 3一下子就跑完了，1、2、3哦，我刚刚都还来不及指叫你们看，它就已经跑完了。好，因为我只有 mesh 3次refine mesh 3次它就停了。好，那它的过程里面呢 ，CPU 一度就冲得很高 ，full loading， 表示 HPC 确实有起来。好，那它为什么解3次就停了呢？因为它到第3次的时候已经小于1%，所以它就停了。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切这个画面来看。refine mesh 到第3次的时候已经小于我定义的 criteria 1%，所以它就停了。那这个都我们第1次课堂上有讲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哪里设的。我们点2下进来，我们发现说它确实有 CG server、DC server 跟 AC server。那 CG server 我们这边设定小于1%，然后呢1次就停了，所以这个 convergent pacing 1次就停了。这不是最好的设定我们之后会讲，最好的设定是什么这是 default 的设定而已。好，这里呢要值得一提的我们现在先大概讲一下就好了，之后的课程会讲得清楚一点。目前这个设定solution frequency 设100 µ， 然后它求解它只有勾 CG 跟 AC， 没有勾 DC 哦。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想看100 µ 的 RLC O 不 OK？ 是 OK 的。好，比方说我现在求解完，我看它的结果，那这边就是 CG 100 µ Least Adaptive 100 µ Least Adaptive 就是指 Solution Frequency 那个频点最后 refine mesh 完结果的那个状态100 µ。那这边的是CG。那如果我只要看 C 就看这里如果我要看 AC 呢AC 就这样100 µ RL 这是 L 这是 R。范例是这样嘛，所以范例不会错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我要看1 mega 的 RLC， 1 mega 的 RLC， 那是不是我改这样去解就可以了？10个里面有9个初学者，或者是 9.9 个会这样做，那你就错了。那我今天呢，我们先不告诉你为什么会错，因为后面我们会有一堂课来解释这个。好，那我先教你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正确的做法是 Q3D 的默认 solution frequency 是1G， 你不要去动它。好，你也不要把它改成100 µ， 1G 你不要去动它。然后你求解的时候呢，养成一个习惯，你 AC 跟 DC 都要勾，这样子你不管什么频点解，你都一定会对。但是除了 AC 跟 DC 要勾的话，你再做一件事情，你透过 sweep 这里加一个你要的频点，比方说我要1 µ， 好，那我这边就取 single point。从 sweep 去取值就会对，好，从 sweep 取值就会对，什么意思呢？这边来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这边先说避免呢，你还没学到后面你就已经开始用了，结果就得到错的结果。刚刚得100 µ， 一开始解的那个 default 设定得到100 µ， 那是没有问题的哦。只是你要得到1 µ 的话，你不能直接从那里改，因为1 µ是在 transition region。不是在 AC region， 也不是在 DC region 它有可能会在 transition region， 你在1 µ到10 µ之间的时候。好，那我要看结果呢，一样从这里来看从 matrix 来看。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是刚刚的 least adaptive 了，它真的 sweep。为什么它要切到 sweep？ 因为你这里有设 sweep。好，那这个时候我如果看 ACRL， 我要得到1 µ的 ACRL 在这里。就这里，那这样子得到的值就会是对的。
好，从 sweep 取值，你今天不管看 DC 的点，看 AC 的点，好，看 transition region 都会是对的。好，那这个是最保险的做法。